抽签结果出炉，2024斯诺克的收官大戏即将拉开帷幕。那么究竟是谁抽到了上上签？谁的签又是皆大欢喜？谁又抽到了下下签？下面咱们来一一破解。首先这份签表呢，待会儿大圣会把它放在评论区，大家可以慢慢的看，在这儿就不细说了，只挑大家最关心的部分来详细解读一下。首先究竟是谁抽到了上上签呢？毫无疑问，当然是钢炮。下面咱们就来看看究竟为啥。首先他第一轮的对手是罗比威廉姆斯，当然如果就为这大圣就说他是上上签，那就太肤浅了。可以换个说法，抽到钢炮是罗比的运气差。好，咱们来看第二个理由，钢炮的半区完美的避开了大小王。提到这二位，别说钢炮了，你说谁来不出啊？理由之三，来看看这个半区钢炮的对手，廉颇老矣的老张，抑郁加重，甚至想要退役的赛大师，现在就剩下一张嘴的墨菲，还有就是本赛季被大圣奶死的囧哥。兄弟们再对比一下大小王镇守的下半区，钢炮的这个上半区简直不要太幸福，所以大圣说他抽的是上上签，兄弟们同意吗？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最满意的一支签，大圣也称它为最暧昧的签，可谓是契合度100%。如果是换作非诚勿扰的舞台，一登场，那么双方就同时为对方爆了灯，牵手就走，绝不犹豫。他们就是汤姆福德和沃顿。因为对于这二位来说，这个结果实在不要太满意，谁也瞧不上谁，认为对方就是自己的菜，实在太熟悉了。你懂我深浅，我也知你长短，就不要搞什么相互介绍，有没有房车之类的啦，牵上手就走，下去偷着乐吧。好，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，那么谁抽到了下下签呢？实在有些悲哀，他就是咱们的帮主小特。首先第一轮就抽到了可能是最硬的骨头，咱们的波斯王子瓦菲。首先这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也不知道咋混到去打资格赛的。打个比方，你让沃顿再挑100次，他宁愿挥刀自宫，他也会选排名前16的汤姆福德，而绝不会选这个排名17的大家伙。更加悲催的是，他跟大王同在一个半区。本赛季的小特，你说除了出他还出谁？咱们打扑克时，大王的唯一作用就是打小王。小特荣登下下签，兄弟们同不同意啊？好，接下来聊一下咱们最关心的中国球员。首先签运最好的当属庞俊旭了，因为对于他来说，想要问鼎冠军不太现实，那么目标便是过一关是一关。于是悄悄许愿，抽签的时候愿上天赐给我一个九蒙子。这不，九蒙子来了，一切都刚刚好。汤姆福德名花有主，别挑了，就是他了。接下来吕浩天抽到的是肖恩·墨菲。对于墨菲，你记住别跟他打嘴仗，去年斯家辉怎么干他，今年就怎么干他。接下来就是咱们今年1冠2亚的达仔，他的对手是杰克琼斯。现在对于达仔来说，最重要的是放下那些瓶瓶罐罐，轻装上阵，没有了包袱，效果也许会更好哦。咱们的斯家辉抽到了马叔，兄弟们呢一片惊呼。大圣说呀，兄弟们是多虑了，从去年来说已经见过了大场面，今年的资格赛又渡劫成功，大难不死必有后福。就他的风格来说，不怕攻就怕防。咱们的马叔不是正对胃口吗？首先是这两人肯定都很爽啦，比赛好看是一定的，至于结果嘛，很有可能会有惊喜哦。接下来就是大圣最百思不得其解的一支签，为啥呢？这个结果一出来呀，平时那些什么剑指、血洗、横扫、王者归来的媒体一片哀嚎，说什么运气不好、签运不佳的都已经算是正常的了，更有甚者说这是世态联的阴谋，蓄意安排。我就奇了怪了，一个排名18，一个排名第7，一个至今未尝一冠，一个冠军拿到手软，一个连俱乐部的荣誉墙都还没登上，一个已经跨入斯诺克的名人堂，一个是英国的小卡拉米，一个是亚洲的斯诺克教父。不管从技术、心态、参赛经验以及球迷的支持度来说，双方完全没有可比性。往小了说，你们这是长他人志气；
往大了说，这是唱衰中国体育呀。因此，就这场球来说，大圣认为不说血洗吧，横扫应该是没有问题。至于剑指嘛，还早了一些，等灭了大小王再说不迟。视频的最后啊，咱们送别一下萝卜。2003年，刚刚打了2个赛季的萝卜调出了职业。这一年的萝卜21岁，跟来的时候一样，萝卜一个人拿着自己心爱的球杆回到了墨尔本，在家中待了1年多的时间，放弃还是坚持，放弃还是坚持，这2个念头不停地在萝卜的脑海中相互碰撞，甚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放弃这个念头一度占据了 C 位。不过最终，萝卜决定给自己一次机会，给梦想一次机会。2005，萝卜重返英伦，这一年大声称为中国的斯诺克元年。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。2010，萝卜圆梦克鲁斯堡，13年勇夺英锦赛桂冠，成为了这个星球上唯一的一位非英籍大满贯选手。19年来，克鲁斯堡的舞台第一次缺少了这位墨尔本机器。20年前，你没有选择放弃，今天大声相信你依然会坚持。球迷们期待你的王者未来，克鲁斯堡因为有你才会更精彩。